大家好，欢迎来到 Kevin 的聊天室。今天呢，天气不错哈，现在有点阴，但是刚才还是很晴的所以我带大家来到了我的学校，来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今后呢，我可能也会更多的来到学校，拍一些校园的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在疫情期间，留学生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呢，当然就是吃的方面。我平时会和室友一起坐他们的车去像沃尔玛呀这些超市买菜。但是现在呢，大家都隔离在家嘛，所以也不怎么出去。我其实已经有大概2-3个月没有踏进超市的门槛了。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借室友的车这边超市有一个叫 Pick Up Service， 就是你可以提前在网上订好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开车去到比如说沃尔玛的后面，然后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区域，然后你只需要把后备箱打开，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你需要的菜放到你的后备箱里边还是很方便的，也不用接触，所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后来呢，由于室友也回家了嘛，所以现在我在用送的服务，就是你也是可以提前在网上订好，然后他会给你送过来这个当然是有一笔小费用的，这是我用的这个服务是3块9毛9，所以还是可以的。在疫情期间呢，也体现出大家这个中国人民的智慧哈，就是微信上有很多，比如说生鲜群然后在附近的一些大家养殖场自己的蔬菜，就是新鲜的时蔬，然后还有海鲜，因为我们在佛州比较是沿海的嘛，就是自己家养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些群慢慢的变多了，就是你可以在微信上直接预定你想要的菜，然后他们会集中送到一个地点，然后你去取菜。这个在之前也是可能有，但是我可能不是很了解。隔离期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家做饭什么的。我之前其实一直对做饭很有兴趣，就是没有时间嘛，因为平时上课什么经常在学校，但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也不用通勤也不用怎么去学校我平时都会做一些，比如说简单的炒菜然后有的时候熬粥什么，这比较方便的东西，就是一些家常菜什么的。之后呢，也会带大家看一下我在家里做饭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都给大家做一些我的拿手好菜哈。当然人总是有懒的时候嘛，所以我也是偶尔会点外卖这边在美国这边有很多点外卖的服务，比如说 Uber Eats、DoorDash、Postmate， 还有很多。我在用的一个服务是 DoorDash， 它我觉得还可以它也是有一笔小费用，而且它就是在菜单上有一些菜呢是比在这个餐馆吃会贵上这么1-2美金的，所以它价格上还稍微有点高。然后它还会有一些送餐费服务费什么的，所以也是在特别懒和特别就是想吃好吃的时候才会用 DoorDash。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在美国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始在超市疯抢厕纸什么各种消毒液纸什么的，所以现在超市的纸的供应还是比较少的我家的厕纸也在一点点的减少，然后每次试着在网上订这个厕纸呢，都是订不到的，所以大家如果知道从哪儿可以方便的买厕纸，请在下面评论，可以帮我一把。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听到，现在我们学校是在打一个上课或者下课铃的我只是用这个麦克收音，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收得到。当然聊完吃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学习了，对吧？这个暑期呢，我上了4门课，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上了什么课，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的专业是什么我这个暑假有上社会学、电路学、建筑学历史和微生物学大家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可以去我上一期第1期视频看一下，那里面也会有讲到。由于这个是 Yes sir? The gentleman that called, the one that we think might be a little crazy, he said he would shoot law enforcement if he saw us. Okay. So just update you. Thank you. It may not be the best place to stay right now. You might want to find Okay. Thank you. 我们学校的暑期是这样的，它有 Summer A、Summer B 和 Summer C。Summer C 就是整个暑假，就是从5月初到8月中旬这个样子。然后 Summer A 和 Summer B 就分别是半个暑假，就是前半个暑假和后半个暑假。所以我是2门课是 Summer A， 2门课是 Summer B， 就是它都是很快的节奏，就是它上的内容都是一样多的，但是时间变少了，所以每周的事情、每周的作业就会稍微多一些。所以我也是第一次上这种 Summer A、Summer B 的课，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有一些挑战性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哈。我个人认为呢，在疫情期间，其实虽然我们不能和朋友和家人经常在一起，但是经常和他们联系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会经常跟家人打电话呀，然后跟朋友一起有一个视频聊天什么的。比如说每周5下午2点，我们会在一起聊一聊大家的近况最近怎么样这些，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有很多留学生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回国，然后我之前当然也有考虑过这个是否要回国的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想的就是首先在这边我的房租已经交了，所以其实不住也是白不住。我其实也是很想回国的，因为我去年暑假就没有回去，我去年暑假就在学校做一个校园的工作，之后当然也会给大家介绍到这个工作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已经2年没有回去了，还是比较想家，比较想父母的。但是今年呢，因为特殊情况嘛，回去也是比较坎坷，机票真的非常难买。然后回去以后，我也听过很多同学回去失败的一些经历，当然也是，希望那些同学现在已经能够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我也会把一个 UF 同学自己亲身回国经历，但是没有回去的我会把他这个视频放到链接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回国了的，所以也是很庆幸可以和家人团聚。大家可能都知道回国以后要有一个14天的隔离，然后回国的飞机上呢，大家都会戴这些口罩啊、护目镜啊、防护服啊，这些也是比较难搞到的一些东西嘛。我当初是想的，其实上网课我是可以回家，也可以在这儿，其实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后来一考虑，还是觉得可能会比较复杂、比较麻烦，所以我就决定待在这里。当然，这也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和大家聊一下我在学校的一些生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校园。这个时候的人真的是非常少的，就是平时春秋季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这么安静，就是任何时候都不，除非是晚上，对吧？但是在学校这个点，现在是下午2、3点，这个时候真的是人真的很多，尤其是在这个广场上，因为下午嘛，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课比较少，会选择在这里，比如说野餐啊，像我这样坐在这跟大家一起聊天或者是吊床那边现在其实有几个同学在那边吊床，所以说天气真的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落叶可能是因为确实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来清理什么的，但是平常这个草地真的都是很干净，然后大家都会坐在这里聊天什么的。在我身后呢，这个是我们叫 Library West， 是我们学校比较大的一个图书馆。其实在那边，在镜头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图书馆，他们2个离得都非常近。之后有机会呢，如果暑假比如说后半段它开门，现在都是关着的，如果它过一段时间开启的话，我会带大家看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今天说的比较多但是最后还是想说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感想吧。这个疫情呢，真的是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我刚才提到的吃饭上课学习这些。但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很适应能力很强的，所以不管外界的环境有多么的糟糕，我总是会相信总会变好的，生活总是会继续下去。就是疫情这件事情呢，确实让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同时也成长了很多。比如我之前给我的寄宿家庭打电话，就是前2天的时候，他们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然后他们也跟我说，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封锁，这样的 lockdown， 这样所有人都在家里待着，真的是他们也是头一回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不管大家自己是留学生，或者是在国内，在美国，大家看这个视频，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我都相信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成长的一个机会。屏幕对面的你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法和家人团聚，也或者是坐在客厅沙发上和家人在一起看这个视频。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这个疫情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些收获和成长。我在这里也真的非常感谢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们，不管你是医务人员，或者是快递，或者是老师，感谢你们在疫情期间还在一线努力的奋斗。我个人认为呢，阳光总在风雨后事情总会变好的。之后呢，我会细讲一些之前2年在福大生活的一些体验和感受，请大家保持关注。好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Oh, I'm just making a YouTube video. Are you really? Trying some new things, yeah. What do you film? You have like what's going on during the pandemic? Yeah. It's been rough. Oh, it's been rough, yeah. Are you staying here or? Yeah. So what have you been talking about? This is like, 'cause, I'm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from China. Yeah, so a lot of my friends actually went back home. Yeah. I'm just talking about like, what's my decision of like staying here and then, yeah.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yeah, I do this to like bridge the gap, hopefully, to let people know more about what China's like. And There you go. You got a Well, new subscriber. thank you. We'll see how it goes. Yeah. It's nice to meet you, man. Yeah.